我俩认识1年多了，期间呢，他也见过我父母，我父母挺喜欢他的。然后这期间我跟他求过2次婚，他一直不同意，我呢一直想跟他结婚。每次我跟他提到结婚呢，他都避而不谈。我也不知道他到底现在怎么想的，是只是单纯跟我谈一场恋爱，还是想跟我结婚？掌声有请这一对，有请。张先生33岁，来自甘肃职员；王女士23岁，来自内蒙古销售。来，有请2位，有请。欢迎2位哈。小片里是特着急结婚是吧？对对对，想知道他到底怎么想的是吧？对对对。怎么认识的？我俩是在一次朋友聚会吃饭时候认识的。因为我有一个老乡，跟她是闺蜜，然后一次吃饭时候就叫我过去，我俩就是一见钟情，然后后来就经常找她约一块玩一块吃饭。是你一见钟情，还是你们俩一见钟情？其实当时我看到他，是这样的，主持人，因为那个他说的一见钟情就是有点太夸张了因为当时是这样式的，因为我闺蜜嘛也是甘肃的，然后跟她是老乡，后来我们就一起吃了个饭，然后在饭桌上，然后就是这么互相介绍一下认识了。认识了之后吧，然后他就是无论是在我工作上呀、生活上，然后就是对我挺照顾的，所以说我就感觉让我心里就特别暖，所以说我就这么然后同意他了。明白。你们现在在哪儿生活呀？在哪个城市生活？天津。在我们天津生活是吧？谈了多久了？谈了1年多。怎么了？想结婚？对，因为现在家里催得紧，我兄弟姐妹也都结婚，就差我没结婚，而且我这年龄也到了33岁了。以前我爸在世的时候呢，就一直想看着我结婚生孩子，结果后来就去年因为我爸突然去世，然后留了一个遗憾，现在就是我妈了，不想把这个遗憾再留下来。这你想结是吧？对，我想结。姑娘想结吗？结婚这方面嘛，我根本就是近期从来没有考虑过。都没考虑过啊？不是，他当时我跟他求婚，他同意了呢。你还求婚啊？我都求了2次婚了。但是你要说明白，就是说我当时为什么同意，你应该给我就是说。行，我先听2次求了2次婚。对。第一次是啥时候？咋求的？第一次就在家里吃饭，我当时就是因为我感觉我俩处了1年了，然后呢彼此都比较了解了，我就跟他求婚了。他就是没有同意，因为那人没同意嘛，对。对，因为刚开始的时候嘛，就是说他给我做饭嘛，我就随口说了句，我说你做饭真好吃啊，然后他就当时就跟我说，咱们就是什么时候可以结婚，然后我今后就给你经常做着吃，多好啊，多浪漫啊。我当时听了，我愣了一下，然后我就当玩笑了，然后就没有在意。没在意，那这不算啊，这算你求了人家没同意啊。第2次呢？第2次是就我一个哥们儿结婚，他也认识他朋友，我俩一块去了，在那个我哥们儿婚礼上我给他求婚，结果当你哥们儿办婚礼你求婚？你搅和人家去了吧你？不是，是这样的。在我不知情的情况下，就是说他哥们儿也许就是单方面的特别为他着想，然后到那个新娘扔捧花那个环节的时候，他哥们儿就直接把捧花就送给他了。他当时接我捧花之后就向我求婚，然后我当时我肯定就是我下不来台，我当时特别尴尬。你是怎么说的？我当时我就直接拿着手捧花把他拉到台上，跪在他面前向他求婚，亲爱的嫁给我吧。然后你说的什么？然后我当时就愣住了，我真的因为我没有想到他会这样说，而且当我特别没有面子是吧？然后我说你别这样，你起来吧，然后这个都好说，然后到时候咱们回家再说好吧？然后我就这样跟他小声这样说，然后这事就过去了。就是男生认为女生同意了，对吧？对。女生认为即使同意了，也是被绑架了，是这意思吧？对，也是因为当时人太多嘛，我怕他也没有。你们双方父母都见过吗？见过家人吗？见过，之前我是想见他父母的但是当时呢，他一直不想让我见他父母，然后不是说我不想带你去，现在见父母有点早。对于我这么说，我个人认为肯定是见父母是非常早的。我就感觉他就不想让我见他父母。对，那是，人家肯定是不想让你见嘛，人自己都说了吧。我觉得现在时机不合适嘛。那你见过他父母吗？我见他父母的时候，就算是被他骗去的。啥意思啊？就是他肯定会想到，就是说我不会去见他父母，然后他就跟我这么说，他说我甘肃那边家乡嘛，
有好多好玩的呀，想带我去看一看。然后是有不少好地方。也就算是去旅游一次吧，我就答应他了。去了之后，就事实跟我想的就完全不一样了啊，风景也没看啊，他这些。就是什么七大姑八大姨什么的，然后就都来了，就好像新媳妇就刚进家门那种感觉，让我当时你不是在家里头，你看我妈对你也挺好的，对呀，我那亲戚对你也挺好的。是另一方面。你都做你爱吃的饭，就我们家人就都特别爱吃辣的，他呢不能吃辣的，然后每次我家就炒菜都照顾他嘛，然后每次炒菜都不要辣的。你给我们要句实话，你怎么跟你们家乡的父老乡亲说的？说我要把媳妇儿带回来，是这么说的吗？啊，对啊。老实，是吧？你不是就骗人家吗？对吧？所以说嘛，他妈妈嘛，然后就直接跟我说，就把我当儿媳妇那样似的。然后我当时肯定是我心里会特别尴尬，然后我也没法说。明白了。我当时也就是所以说让我特别反感这件事情。你可以啊，你这些小心眼全用在人小姑娘身上了。据说你还骗人去照婚纱照，是不是你干的？这个也不骗，这个当时就我觉得我俩在一块是1年多了，然后情侣呢照个情侣照挺经常，然后我俩正常情侣照没照过，就平时就手机里面拍个照，然后呢想拍一个婚纱照啊，然后呢当时情侣照跟婚纱照是两回事啊。但是他订婚纱照，他并没有跟我说他订的是婚纱照啊，然后他跟我说的是情侣写真。那你去了照了婚纱照了吗？我当然没有照了，而且还不是通过他嘴知道的，我是通过人家就是销售那个姐姐嘴里，然后我才知道这件事情。他反正是死活就不同意，我就拍个婚纱照，也没什么，就现在很多女孩都喜欢看那个自己穿婚纱样子，挺美的。结果呢，他就死活就不同意，最后就拍个人写真。是，我就认为就是说双方都确认关系了之后，然后再去拍，这样比较好。我来问问啊，他是你的谁？他是我女朋友啊。他是你的谁？他是我的男朋友。好，你们第一个是达成共识的，对吧？对。他是你想娶的对象吗？对啊。他是你想嫁的对象吗？你要是说嫁的话，我肯定是现在没有考虑。现在还没考虑呢。对。是没打算好，还是这人？你觉得？说句实话吧，你对他有感觉吗？我认为我现在吧，就是说还是谈不上爱，但是。通过这么长时间以来吧，然后我肯定是说没有感觉，那是不可能的。明白了。有感觉，但是这感觉还不足以让你嫁给他，是这意思吗？对，因为我认为就是说他这样逼着我去跟他结婚啊，然后肯定是有他父母，就是他母亲原因。你现在你结婚，现在你不着结婚的话，咱俩现在认识1年多了，我对你怎么样？然后我家人对你怎么样？都你心里也有。对呀，就是。都是对我特别好，但是好归好，但是一方面归一方面嘛。别逼着人家结婚，你知道吗？让人充满着热情要嫁给你，对吧？你逼着人家结婚，那哪行啊？你的痛苦来自于你不知道他的态度，是吧？对。姑娘，你也痛苦吧？就跟他谈恋爱谈得不轻松，是吧？他总是就是听父母的，父母那边着急的话，他肯定也是就是。你认为他如此着急，并不是因为他对你的爱到了，而是因为父母在催他，是吧？好，来，老师们帮帮忙吧，一起进入新阳美容 APP 丘比特问卷。张先生，在过去的这个日子当中一直在逼婚，我听起来为什么逼婚？要么怕我老。要么怕他跑，要么怕你们俩分手是迟早，对吗？有这一方面。差不多这个意思。两个人主要的矛盾，一个非得想要结婚，一个暂时根本就不考虑婚姻，就是因为年龄差得多嘛。但是不管怎么样，我觉得逼婚是不对的，因为逼婚，要么试出真爱，要么逼走对方。很显然，你目前的状况属于后者。骗他去拍婚纱照，骗他去见你们家七大姑八大姨，骗他在一个很幸福的时刻不得已一定要接受你的求婚。因为刚刚我也在想，女人面临那个时刻的时候，如果拒绝你，第一你面子上可能挂不去，第二也给人家的婚礼现场扫兴啊。当然是不是这么想的？所以他答应你求婚没有用。知道什么叫落跑新娘吗？就是结婚那天，如果他自己没想明白，他依然可以逃走。所以你逼他有用吗？没有用。我们讲两个人为什么结婚，因为两情相悦，因为我要和你举案齐眉，白头偕老。我相信你可能有类似的想法，但是他绝没有。
你是他的男朋友，不是他目前来讲考虑结婚的对象。所以如果你真的那么着急，换一个。但如果你愿意等，愿意等他长大，愿意等他成熟，愿意等他的接纳，我建议你们的爱情当中设定一个期限，我们定个日子，如果到时候你还不愿意嫁给我，那我们一拍两散，各自去寻找自己的幸福，而不是现在你这样无限制的逼他。所以让他缓一缓，喘口气。但如果你真的那么着急，就换一个，大家各自安好。她肯定不会嫁给你的，目前对吧？对，对呀。所以怎么样都是靠你自己去选择，好吗？祝你们幸福。为了结婚而结婚，往往最后的结果大家都是知道的。就算她今天小姑娘在你的逼迫下，真的就是同意嫁给你了，你下一步就要逼生孩子了，对不对？结婚都1年啦，该要孩子啦。这就是你一步一步算计好的你的人生之路，但并不是他的。结婚是一件水到渠成的事情，结婚最重要的是内部条件足够。内部条件是指的你们2个人，而不是外部原因。你现在找了一大堆的外部原因来包装，家里面催婚，你不希望让老母亲落遗憾，等等都可以理解，人之常情。但是这个情况是建立在于，你比如说你有一个女朋友，本来也打算要结婚了，我们把婚期提前一点，但是呢，这个女孩是你适合结婚的对象，但到底是不是你爱的那个人，其实你自己也不知道。你只是觉得在这个时机了，正好碰到了这样一个女孩，所以就想要结婚。所以我觉得先生，你的心态一定要调整过来，你要想清楚一下，你到底结这个婚是为了什么？你以后跟他在一起能幸福吗？我觉得今天女生其实很坦诚，说出了自己内心真实的想法。对于先生而言，要做的就是3个字儿：不纠缠。对于女孩而言，如果你想要再继续试试看的话，就3个字儿：不放弃。好吧？好的。先说一个。60岁的时候你还未娶我还未嫁，那我们俩就在一起。如今这句话变了，如果60岁的时候你还未娶我还未嫁，那我们俩为什么还要在一起？
说明现在的人对于婚姻当中的情感看得更。继续谈着，要不然你们俩就各自跑开。接下来一起进入那几天和古方红糖真情60秒。其实刚才听完几位老师的话，我也意识到我的错误。现在呢，诚挚地向你道歉。然后呢，我这段时间的确是没有考虑到你的一些感受，的确是我结婚这方面的想法太重了。但是呢，这1年多呢，我相信你也知道我对你怎么样，包括我妈、我家人对你怎么样，都挺好的。包括咱俩结婚以后呢，婆媳关系肯定不用你考虑，所以我希望你能认真考虑一下。然后我之后呢，我也不会像之前再那么逼你了。然后回去咱再具体商议一下，是什么时候结婚。然后你要是不想近期结婚的话呢，我可以等你，你给我一个时间就行，给我一个准确的时间，好吗？我知道，在就是通过这么长时间的接触，在这些事情上也有我做的不对的地方。好，时间到，请回吧，2位，谢谢你们。男人特别想听那个女生这段时间之后的那席话，还就是没听到。来，请关门，来，请开门，开。好好想想今天节目上各位老师说的话和他说的话，刚才又在那儿加码呢。你看，我爸妈，我们家亲戚都对你好，结婚以后婆媳关系肯定没问题。他要的不是那些，其实他只要爱上你，他就愿意嫁给你。谢谢张先生，请回吧。谢谢，谢谢。